先上图，这3张图腾是在对周信地发现的，同时也在现任窟中有着石板，想必大家在主线里都已经见识过了。但是外星人和塔塔一样谜语人，图腾不仅抽象还难以理解。下面小峰就带大家来解读一下这3幅图腾的含义，它们隐藏的是慧明的秘密。先从最简单的看起，这幅图的意思在主线里已经告诉我们了。在外星遗迹的预览房间内，有着男婴遗留的日志，其中就有说明暗示的那所特殊的装置。这幅图展示的是预览的工作过程，同时也是慧明诞生的奥秘。自长母一词出现后，疑问就接踵而至：长母是什么存在？它是如何诞生的？又是如何被古文明封印的？现在有了预览的存在，我们已经可以确信长母也是被制造出来的。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？我们可以来用排除法。关于长母的出现，第一种可能是自然诞生，它本身就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，像虫族女王一样的存在，然后在与古文明的战争中失败，惨遭封印，并被古文明拿去做实验，于是就诞生了虚菌遗迹。但是这种猜测有很多不合理。第一，玉卵是可以重复制造长母的，在男婴之前是否还制造过其他的长母呢？每一个长母就像单独的蜂群，可是至今我们得知的只有长母与男婴2个蜂群。如果玉卵还制造过长母，它们的蜂群又去了哪里？第二，通过雷比利亚博士，我们得知长母对古文明有着古老的仇恨，那他对虚菌遗迹又是怎样看待的？在预告中得知遗迹里有着尘封的往事，说明长母对遗迹是很熟悉的。一个可以重复制造和自己一样的存在，它能容许其存在吗？男婴一行前往虚菌遗迹后，没有一个长母蜂群的慧明出现，它们代表的是长母的意识，这说明长母也是厌恶虚菌遗迹的。但如果只是一个研究机构，长母更想做的应该是摧毁才对。有人说长母是惧怕遗迹内的古文明，毕竟自己本体就是被封印的，但这个猜测也有漏洞。如果长母惧怕古文明，那它不在虚菌遗迹活动，就不会被发现吗？自公元2665年之后，长母的蜂群大举进攻九域，如果惧怕古文明，它怎么敢这样大张旗鼓？何况我们已经知道，遗迹里的外星人已经只剩下了躯干。按道理，长母进攻了这么久，虚菌遗迹的异常，他应该早就注意到了，却可以容忍这样一个威胁自己的地方存在，说明他对这里很熟悉，但也因为熟悉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这就是长母诞生的第2个猜测，它同样是古文明的造物，同样诞生于虚菌遗迹，同样是由玉卵转化而来。或许小峰曾经也做过这种猜测，慧明是古文明的生物军团，帮助他们开拓疆土，侵略其他文明而存在。现在看来也不是不可能。长母对古文明的仇恨不只源于它诞生于古文明之手，同样还有着转化成慧明的代价。让我们听听林寒的说法。所有人都成为了转化程序的牺牲品，男婴则是意味着最后希望的那个实验体。男婴的转化并没有表面看得简单，而是牺牲了同行所有生命人员的生命能量作为养料，才让男婴完成了转化。其中包括了上任青龙、上任朱雀、上任玄武，这在剧情里也是有证据的。证据一是遗迹内的日志，其中就有记录人类的躯体是怎么被榨干，最后转变成水晶体的。没错，遗迹里满地的水晶体都是死去的尸体，他们的生命能量被遗迹吸收，然后供应给了玉卵。证据2，让我们回到男婴转化的时间，可以清楚地看到玄羽守卫抓起了玉卫的尸体，然后进入了周边的装置，这些都是供给给男婴的能量。但这样转化的男婴并不强，因为牺牲的祭品不够多。如果有更多的人类牺牲，他就不用去抢夺高级慧明的荆棘了。正是知道自己的实力还不如长母，他才会袭击玄羽遗迹，去吸收高级慧明的荆棘。那么可想而知，长母究竟吸收了多少祭品？我的推测是整个种族，古文明献祭了长母的整个种族，才制造出它的存在。这也是长母仇恨古文明的原因，同时也是没有摧毁这里的原因。遗迹注定是个伤心的地方。得知这些信息，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就简单了。最下方从小到大的圆，象征着每一种生物的生命力，从幼小成长到硕大，无论是何种生命力，这个装置都可以吸收。圆圈的上方就是转化能量的装置，在男婴的转化中，这个装置就是虚菌遗迹本身。通过装置的转化，生命能量被转化为了慧明能量，
这些能量通过管道汇聚到了玉卵中，然后玉卵再使用这些能量将实验体转化为完整体的巢母。这是一个成熟的制造体系，甚至可以批量产生巢母。只要献祭的祭品够多，可以制造无数个蜂群。所以在剧情里，执行者也可以启动，但是我们注定会失败，因为能量根本不够，除非把同行的凌寒等人献祭掉。这也是为什么选举守卫会袭击的原因。凌寒等人被当成了祭品。小峰这些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，在维拉的无序深渊中，经常能看到教化者徘徊在生物的尸体上方。从雷比利亚的亲身经历中，我们得知灰玉体是不需要进食的，那他们汲取的正是生物体的生命力，这也佐证了慧明与生命能量之间的关系。接下来是第2张图，这幅图想必很多人都感觉莫名其妙吧，但只需要换个角度，你立马就能看明白它讲了什么。这并不是一张平面图，而是一张立体图，每个圆都是独立存在的，它们是一层层的叠加起来的，然后被中间的柱状物贯穿，但是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圆，那便是这一个。从2条边的距离来看，它是有厚度的，对应的正是这里的厚度。这个图形让你想到了什么？小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，也就是尤克特拉希尔。在北欧神话中，这棵巨木的树干构成了整个世界，而且在这棵树上存在着9个世界，这也就是有名的9界传说。小峰就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。第1界阿斯加德，奥丁与雷神的故乡就是在这里，这个设定也被用在了漫威宇宙中。第4界米德加德，这里是人类的居所。说到陆地，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，但在米德加德外面是无尽的海洋，而在这里居住着世界大蛇，也就是耶梦加德。它同样出现在各种游戏作品中，出名的像是战神里的大蛇。耶梦加德的名字同样也出现在现在幻塔的游戏里。有意思的是，耶梦加德还有2个兄妹，分别是巨狼芬里尔和死神海拉。这些神话元素在幻塔里同样有体现。如果说这些只是神话元素，那么在第9界冥界中，掌管地狱的正是死亡女神海拉。这些都能证明幻塔很多灵感都来自于北欧神话。其实不止如此，弗利加、瓦尔基里名字同样出自北欧神话，所以这里借鉴了世界树的设定是很有可能的。如果我们把每个圆圈都当成了一个世界，那中间贯穿的柱子就有了新的解释，它叫做渊流，一个可以贯穿于各个世界的时空通道。在本次的剧情中，还有一个设定得到了肯定，那便是渊流的产生。这是博士能够启动它？我体内的能量似乎能呼应它，看来这是能以灰玉体能量驱动的装置，只是不知道这些制造出的渊流彼端通往何处。只有雷比利亚的慧命能量才能形成渊流，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能。古文明之所以会创造慧命，就是因为需要他们的力量来打开渊流，从而来往于各个世界之中。比如南音的渊流，就算后续继续开放新的位面，也是可以传送过去的。但这里的图只是个概念图，并不是说只有这么多世界，这里的圆圈数量也与9界不符合。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圆圈，其他圆圈的排列都是有规律的，唯独它脱出了原有的体系。这个圆圈注定是与其他圆圈不同的。如果我们把圆圈赋予时空的含义，那这里就是空间封闭之地，也就是9域。但这不对啊，大灾变是公元2664年发生，艾达星才彻底分开。但是这里的图腾肯定不止这么多年了，难道是预言了未来吗？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思路，不是艾达星分裂成了各个时空，而是艾达星分裂的碎片进入了各个时空。我们也可以称呼它们为位面，这些名词在幻塔里都曾经出现过。无论是位面和时空，表达的都是同一意思。渊流便是贯穿各个位面的关键，而产生渊流所需要的正是慧明能量，由此才诞生了转化慧明的预览装置。但这其中还缺少了一种重要能量的参与，它的名字叫做元能。在游戏里曾经提到过这种疑问，是慧明的出现才诞生了元能，还是元能本身就存在呢？这个谜题的答案同样在无序深渊里。在黑石仪式场的背面，能看到海量福星矿不断被吸入进来并分解掉，这也是无序深渊能量的主要来源。慧明的产生是离不开元能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古文明会在9域完成转化实验，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元能。最后就是第3幅图了，这是一幅左右对称的图，左右各一个在吹着乐器的触手生物，
虽然长相奇特，但我们还是能分清头和眼睛。手部也包裹着笛子一样的乐器，这不禁让人想起现在同为朝母的男婴。真正的朝母可能同样如此，在他们的身后各自有着三角碎片，而在他们之间有着菱形的图案。可以猜测，三角碎片原本就是放在菱形图案上的，现在却被一分为二。当集齐两个三角碎片后，或许便是我们前往下一个时空的时候。当理解了这三幅图案，一个巨型的阴谋便出现了。它直接涵盖了幻塔目前的全部历史。公元2316年，人类开始了星际殖民计划，驾驶着巨型飞船远望号开始远征航行，目的地正是艾达星。但在公元2531年，也就是出发215年后，遭遇了未知天体群的袭击，此时已经失去去地球的联系。苏珊博士被人工智能唤醒，得知10号移民舱被击中，损失了1/10的人口。这里的人口去哪儿了呢？根据记载，公元2547年，人类抵达艾达星；公元2552年，人类误入九域。虽然时间有先后，但这两批人并不是一批人。不过他们的故乡都是地球。没错，九域的起源正是来自10号移民舱，在前阵直播中都已经可以说是明说了。而在袭击飞船的碎片中发现了原点的存在，其造型与遗迹中的玄方极为相似，这里便是一切阴谋的起点。此次袭击并不是个意外，而是由朝母一手策划的。他被封印在九域，如果没有外界因素介入，将永生出不来黑石遗迹，但却感知到了远望号的存在，于是他设法袭击了飞船，并将太空舱转移到了九域当中。太空舱降落的地方正是坎州。休眠舱的人类苏醒后开始探索九域，并发现了玄域遗迹的存在，借由超级计算机列阵子的翻译，发现了时章科技，从而利用域能发展出新的文明。但这无疑是自掘坟墓，这也是朝母的目的，通过人类的损耗来削弱遗迹的封印。事实证明，他赌对了。九域越是发展，封印的能量就逐渐减弱。不过这之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那就是艾达星的大灾变。原点的出现唤醒了人性的贪婪，人类建造幻塔汲取炎能，结果造成大灾变，其波动进一步撼动了玄域遗迹的封印。外部的慧明察觉到封印的具体位置，开始疯狂的进攻遗迹。九域人类这才意识到危机，倘若朝母再等人类发展几年，可能封印早就没了，还是太过着急了。这应该是目前最合理的发展了。但有3个存在却超出了逻辑之外。第一个是格索托斯，位于海加德总部的超级计算机，它来自哪里？为何会有元能反应堆的授权权限？第二个是列阵子，同样是超级计算机，但却位于九域，可以解读古文明创造出的时章科技，也能解读玄方里的内容。第3个是奈美西斯，虽然不是超级计算机，却可以授权元能反应堆。这3个存在的目的至今未明，只能静待后续了。但是朝母的这场戏也快到落幕的时候了。男婴通过转化为另一个朝母破局，又夺取高级慧明荆棘补充能量，就看两人最后谁能更胜一筹了。不过朝母的遭遇也是够惨，献祭整个种族，只为了他的诞生。虽然后续他可以创造出全新的种族，但他真的甘心吗？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后续会开始对周尽力剧情的详细解读。